财经圈最近炸开了一口大锅。2月13日，央行甩出第4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，59页的重磅炸弹直接把所有人砸懵了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报告，这是央行全年工作的终极数值，含金量爆棚，干货满满，分分钟影响中国人的生活，从创业投资、买房置业到旅游出行、买菜吃饭，没一个能逃得掉。这份报告3大主线讲得明明白白，上一阶段干了啥，下一阶段咋干，为啥要这么干，干净利落，绝不拖泥带水。重点来了，央行直接撂下狠话，要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。这话的分量有多重？简直是晴天霹雳。意思很清楚，物价不涨不行了，必须涨。这可不是随便说说，而是要用宽松货币政策硬逼着物价往上走。2025年，中国老百姓的钱包怕是要捂不住了。先来看数据，2024年中国 CPI 同比增幅一直在 1% 以下晃悠，核心 CPI 更是惨到只有 0.4%， 远低于 2%至3% 的正常区间。而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呢，全年同比跌了 2.2%， 工业需求和产能直接拉垮。啥意思？消费信心没了，企业生产萎缩，内需直接趴窝。央行一看这情况，急了眼，喊话要温和回升物价。可这温和俩字听着好听，真涨起来，谁敢保证不失控？毕竟央行还说了，要降准降息，放水宽松，这不就是在火上浇油吗？更吓人的是，报告里还提到全球经济不行了，增长动能不足，贸易战阴云密布，通胀风险蠢蠢欲动。尤其是川普的关税大棒一挥，全球贸易战越打越凶，中国出口直接被摁在地上摩擦。外部需求一拉胯，国内只能靠内需撑场子。可内需啥样？ M2 广义货币供应量虽然猛涨，但 M1 狭义货币跟不上，剪刀差高的吓人，钱全在银行里空转，老百姓手里没见几个子儿。2024年消费占 GDP 比重高达 80%， 可实际消费力呢？日本智库博报堂的报告说了， 80% 的中国消费者觉得自己消费降级，社交媒体上相关帖子一年涨了5倍。这还不够惨，海南免税购物的数据更扎心，2024年游客人数跌了 15.9%， 从 675.6 万掉到 568.3 万，消费金额更是暴跌 29.3%， 只剩 309.4 亿元。老百姓捂紧钱包，谁还敢花？央行急了，祭出3板斧的总量宽松、结构优化、预期管理。降准降息，拉低融资成本，重点支持高科技和消费领域，还要让放水的效果看得见。可问题是，过去几年放水放了一堆，效果呢？钱没流到实处，物价还是半死不活。这次央行铁了心要推物价上涨，可一旦涨起来，怕是刹不住车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警告，2025年消费品价格可能上涨 10% 至 20%。想想看，超市里一袋大米从20块涨到24块，猪肉从30块飙到40块，普通家庭一个月多掏几百块，这日子还咋过？更别提企业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小企业利润率平均只有 5% 至 8%， 原材料成本一涨，融资成本再降也救不了命。央行还说要择机降息，可美联储不降息，人民币汇率压力山大，降息空间被死死卡住。结果呢？物价涨，汇率贬，企业倒，老百姓的血汗钱眼睁睁缩水，这不就是在劫难逃吗？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央行刚喊完物价要涨，外汇市场又传来噩耗。报告里用整整1页只讲汇率，语气硬得像铁板，
坚决对市场顺周期行为进行纠偏，坚决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行处置。这话听着霸气，可背后藏着多大的慌乱？2025年1月，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暴跌 13.4%， 只有975.9亿元，创下4年来最低纪录。商务部出来灭火，说这跟全球 FDI 外国直接投资低迷有关，可谁信啊？外资跑路全是自己政策瞎搞，独断专行，谁敢留？过去20年，工业化加外资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命根子。可现在呢？商务部和发改委急匆匆推出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，20条措施喊得震天响，可数据不骗人，2024年外资净流出高达300亿美元，比2023年翻了1倍。原因？动不动拿国家安全说事，外企被逼交数据，涉党支部，连董事会都插一脚，谁受得了？路透社报道，2024年至少50家跨国公司缩减在华投资，苹果、耐克、戴尔等巨头带头跑路。外资一撤，汇率跟着抖，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跌破 7.3， 专家预测2025年可能直奔 7.5 而去。央行急了，说要动用3.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稳汇率，还发离岸央票狙击空头。可这有用吗？彭博社算了一笔账，2024年外汇储备竟减少了500亿美元，光稳汇率就烧了200亿，再加上贸易战关税冲击，储备再多也经不起这么折腾。更惨的是，2024年中国出口额同比下滑 5.7%， 从3.1万亿美元掉到 2.9万亿，川普再加 10% 关税，出口还能剩多少？外资不来，出口不振，汇率还能稳得住？老百姓也跑不了。汇率一跌，进口商品价格飙升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进口粮食价格已上涨 12%，2025年可能再涨 20%。一袋进口奶粉从150元涨到180元，一箱牛肉从300元飙到360元，普通家庭的餐桌直接被掏空。更别提那些靠出口的小企业了。外汇局数据说，2024年沿海地区出口型中小企业倒闭率高达 15%， 涉及就业人口超300万。外资一撤，汇率一崩，这300万人怎么办？稳外资行动方案喊着扩开放、提服务，可专家冷笑，这不过是面子工程。美国商会2024年调查显示，60%的在华外企对中国营商环境悲观，40%计划未来2年撤离。外资走了，汇率垮了，中国经济这艘大船还能撑多久？物价要涨，外资要跑，央行还得硬撑着救消费和楼市。可现实呢？消费已经半死不活，楼市更是雪崩在即。央行报告喊着加大存量商品房和土地盘活力度，可这能救得了命吗？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跌了 22%， 从14万亿掉到11万亿，新房库存高达6亿平米，购买3年。房价呢？一线城市跌了 15% 至 20%， 二三线直接腰斩， 70% 的家庭财富绑在房子上，这一下全砸手里了，消费也好不到哪去。日本经济新闻网说，2024年中国 80% 的消费者觉得自己消费降级，社交媒体帖子暴增5倍。海南免税购物的数据更惨，游客人数跌 15.9%， 消费额砍掉 29.3%。国家统计局还透露，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涨了 2.1%， 远低于预期的 5%。老百姓没钱花，有钱也不敢花，这内需还咋撑？中国当权者急了，抛出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方案，喊着到2027年要消费提质、秩序优化。可专家直接泼冷水笑话。台湾的教授说，
这压根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。经济衰退、就业疲软、房地产危机，外加贸易战压顶，整治个市场秩序有啥用？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更狠，老百姓没钱，整治宰客假货就能让钱包鼓起来。过去10年，食品安全、景区乱象年年喊整治，结果呢，照样一团糟，楼市更没救。央行说，保障性住房在贷款还有2800亿空间，可2024年只用了162亿，开发商根本不买账。房贷利率倒是降了，从3.31%掉到3.09%，可成交量呢？全国二手房交易量跌了30%，新房销售跌了40%。恒大、碧桂园债务暴雷，地方债超60万亿，财政部想用专项债收储土地，可2024年只收了不到10%的存量，钱从哪来？房价一跌，家庭财富蒸发，消费更萎缩，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？数据更扎心，2024年全国城镇失业率实际超6%，青年失业率逼近20%，超5000万人找不到稳定工作。收入一跌，财富一缩，谁敢花钱？央行想推通账救经济，可物价一涨，工资不涨，老百姓只能勒紧裤腰带。专家警告，2025年中国可能陷入滞胀泥潭，物价涨，经济停，失业飙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央行放大招，物价要涨，外资跑路，汇率要崩，消费瘫痪，楼市雪崩。中国经济这艘破船已经千疮百孔，60万跨境电商失业，300万出口工人下岗，5000万青年没工作，再加上1万家庭财富蒸发，这账谁来买单？央行喊着见招拆招，可招招失灵，悲惨的日子才刚开始啊！